现在乐宝的营业时间不再由饲养员们说了算了，因为乐宝身体状态的不稳定，所以饲养员和兽医讨论决定，让乐宝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，想去哪就去哪。社内与园区的通道门随时开着。今天上午，乐宝出门后，先是来到了自己的小晾台上，在空调口处舒舒服服的睡了一会儿觉。睡醒后，发现了奶爸给自己放置的胡萝卜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下来，吃了块胡萝卜，给自己补充体力。乐宝现在的待遇不亚于爱宝当时坐月子时所享受的照顾。爷爷们每天都会观察乐宝的进食情况，因为身体不舒服就会没有食欲，所以爷爷们便想方设法的让乐宝多吃点东西。乐宝吃完胡萝卜，拿起了身旁的竹子闻了闻，乐宝对此一点畏惧也没有。乐宝转头就走了，来到了饮水盆前喝了点水，又铲了些青团，完事儿又重新爬回了爬架上，坐在最上面的一层上，看着眼前的观景图。而此时，江爷爷看到乐宝对现在的竹子没有胃口后，来到了园区，给乐宝搬走，又重新给乐宝换了一批。面对此时在爬架上的乐宝，江爷爷一点也不担心，不怕乐宝会攻击自己。而乐宝也很乖巧，没有影响奶爸，乖乖的躺在爬架上，防止吓到奶爸。乐宝瞪大眼睛看了一圈园区，心想我怎么睡这儿了？反应过来的瑞宝这才慢悠悠的从产青团的草丛里爬了出来。起初瑞宝只是想单纯铲个青团，但这时老宋头拿着自己的大板砖就对准了自己。瑞宝为了不让老宋头拍到自己，将头埋低藏了起来。但是地上的草丛越躺越舒服，瑞宝小眼睛逐渐迷离。而宋3岁这里反反复复走来园区打扫卫生，这声音刚好吵到了瑞宝。瑞宝眼睛一转，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来铲青团的，不是来睡觉的。瑞宝铲完青团，快速爬上小树，而永宽也等待已久了。今天终于让永宽感到了热乎的。永宽走上前，将瑞宝刚铲的青团收集走。刚才铲青团的时候，瑞宝已经很困了，这来到小树上，很快就困着了。今天永宽独自值班，清理完青团，又立马去给竹子扛了过来。因为此时的爱宝已经在外面等不及了，而这时爱宝回来，也没有人跟自己抢胡萝卜了，因为瑞宝辉宝睡着了。到了下班时间，瑞宝又成了妈妈的跟屁虫，结果就是被嫌弃了。瑞宝一直跟在爱宝屁股后面，爱宝有点烦，瑞宝被揍了一顿，但也只能无能，然后识趣的躲开。等到妈妈看不到自己的时候，又重新跟上去，最后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家。而什么也不知道的辉宝，此时正一心沉浸在吃竹子中。最后，永宽出门喊了2声，提醒到辉宝该下班了。辉宝这才反应过来，辉宝很乖很懂事，没有立即给竹子丢掉，直到给手上的这根竹子上所有竹叶都吃光了才走的。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，些许有些窄了，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。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，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。而此时瑞宝、辉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，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，谁能想到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。一会儿，将爷爷见瑞宝和辉宝玩的可爱，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。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、辉宝待在一起，但对于爷爷来说，瑞宝和辉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，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，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。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辉宝每一个动作，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漏下他们的一个细节。直到一会儿，江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。江爷爷表示，刚才自己该充满电再出来的。中午，瑞宝和辉宝的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。而此时，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也该收拾回室内了。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，从外面看上去，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。而隔壁的乐宝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，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熊生的姿态。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。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，福宝正趴在树杈中睡觉，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。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。小爱啊，这个雪洞明显不太适合咱啊。爱宝表示刚刚好，挺适合自己的。爱宝可爱起来，根本没有姐妹俩什么事儿。这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，永宽的嗓子也喊冒烟了。而爱宝这里玩的可是越来越开心，给瑞宝当成足球，在雪地上踢来踢去，瑞宝也和足球一样滚来滚去。爱宝给瑞宝推下去，又给瑞宝哄上来，表示上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瑞宝。等瑞宝真的上来后，就又会继续折腾瑞宝，继续给瑞宝当球踢，以至于最后爱宝说的话，瑞宝都不信了，气得瑞宝只要爱宝腮帮子。而此时，辉宝悄悄回到了室内，正在惬意的吃姨母准备的小零食。姨母喂得慢了，就给姨母捣乱；喂慢了，就给竹子推下去。
这给姨母死死拿捏住了。姨母也没有扫兴，小零食一块接着一块，同时还用手机记录了辉宝吃饭的第一视角，因为这些小零食里都藏了窝头，想看看辉宝能不能吃出来。眼看辉宝吃了好几块都没有排斥的反应，姨母开心的摸了摸辉宝的头，辉宝也很激动，直接站起身凑近姨母，眼神痴痴望着姨母碗里的小零食。而这时瑞宝和爱宝还是没有回室内，辉宝吃完小零食后又自己吃起了竹子，姨母在一旁打扫卫生，辉宝一边看着姨母工作一边吃着竹子，吃完手里的就自己去一头拿新的，妥妥小大人一枚。早上一来，园区就遇到永宽和姨母一起在树下商量着什么。这时姨母拿着一个雪块走向了正在树上躺着的瑞宝，姨母问瑞宝要不要下来玩会儿雪，还有妈妈和妹妹都去室外了，要不要也去室外。瑞宝小头一歪，根本没有在听话。姨母在树下感觉自己有点对牛弹琴了，转头看向永宽想要求助。永宽此时同样的一脸无奈与不解，根本帮不上忙。姨母将雪块放在了瑞宝的树下，转身离开，走向永宽寻求对策。而瑞宝低头看了一眼姨母放下的雪后，依旧是小头一歪，谁都不爱，一副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。而永宽和姨母还没放弃呢，还在一旁探讨着什么，但探讨一阵，最后就是放弃。而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走了，状态也明显放松了，又可以偷懒一上午了。而此时辉宝则正跟妈妈在室外努力营业。辉宝一早就来到了树上晒太阳，给自己补补蛋，同时看着小脑袋，近距离看着妈妈在树下吃播。看了一会儿，辉宝坐起来跟姨姨们讲，自己保证妈妈没有假吃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，头也不回的走向了通道门口。辉宝看到妈妈又想丢下自己，赶紧从树上下来。爱宝丢娃已成习惯，但辉宝得自己顾好自己。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立马跟上妈妈，妈妈走哪儿自己就走哪儿，不然哪天妈妈真给自己弄丢了，都找不到人说理去。辉宝没抓稳，一头栽在了小床上。辉宝这一个操作都给圣熙姨母吓坏了，脸上秒红温，急忙伸手对辉宝说抱歉，表示自己没有注意到辉宝，是自己的错。而此时圣熙姨母手下的瑞宝还在不断的调皮，而辉宝走到姨母身边，表示自己没事儿，这两个娃了就是难带些。圣熙姨母回去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做补偿，瑞宝看到后扑了过来，要抢在妹妹前面吃到胡萝卜。喂完瑞宝胡萝卜后，圣熙姨母将辉宝搂在怀里，问辉宝有没有摔疼，继续跟辉宝说着抱歉，跟辉宝玩耍一番，希望辉宝忘掉刚才摔下来的感觉。咱辉宝向来心大，刚才的事情其实已经忘在脑后了，而且辉宝是自己摔下来的，也不能怪圣熙姨母。吃完胡萝卜后，圣熙姨母又拿来了小苹果，圣熙姨母还在自责。圣熙姨母将小苹果递给瑞宝时，姨母的手套不小心挂到了瑞宝的手。圣熙姨母第一时间不是担心自己的手，而是赶紧走上前查看瑞宝的指甲，看到瑞宝指甲没有受伤后才放下心来。之后圣熙姨母又将另一块窝头喂给了辉宝，喂完辉宝，姨母又折返回来给瑞宝检查了一下。这两件事情虽小，但圣熙姨母的性格跟宋3岁一样，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但是都是心思细腻的人，恐怕姨母为此会内疚一天。